觉得说，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同行都是敌人，人生短短几个秋，不帅不罢休。香港的放假。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酷的，我第一次遇到他，我觉得哇，这艺术家真的太酷了。然后留一个长头发，然后瘦瘦的，然后他的作品也很像那种仙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不食人间烟火的，然后又很带有那个幻想性的一个作品。然后我会一直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么厉害的艺术家画这么厉害的作品，然后因为他鼻子很高，我想这是外国人，然后他的讲话有一点非台湾本地的口音，我觉得哇，这个艺术家真的是很酷。我没有料到说那是对他的第一印象，可是我没有料到说后来我们会变很好的。刚博勋有提到，我们是2010年认识，其实这10年已经10年了，对，一路走来都觉得说博勋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，然后就是亲和力也很强，对，总是乐于帮助身边的朋友，对。我觉得这就很像他的作品，就是总是带给别人温暖、给人疗愈的感觉。然后这也很符合他的创作理念，他希望作品带给别人的是陪伴。对，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欣赏他的作品是很开心、很舒服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，其实我们有一些蛮共同的经验。我小时候是想说，我长大可以去画那个庙里面的那个神像，或者是那个电影院的那个电影看板。因为我们小时候是看漫画之后被揍的，对，那说啊，你看爱昂啊切啊不好，所以我小时候就是想说啊，我长大我可能可以去画这些东西。结果没料到说长大之后，这个产业就没落了。不过这个是一个很小时候的体验，然后一直到美术系毕业，我是在台湾受教育。那美术系毕业，其实我们一般的观念都想说，要么去学校，要么就是去画画教室当老师。可是我那时候我教过几年的书，可是发现说自己的个性好像比较不那么适合上班。原本就想说，那我是不是毕业之后去那个插画公司上班？所以我在当兵的时候画了一大批的那个插画，然后后来是因为毕业之后很多转折，才变成一个画家。我觉得旅行，其实我算是没有去过太多地方旅行的人，对。但是我会觉得说，旅行未必非得到国外或者去拜访一些名胜的。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感知，对，我觉得就是即便在日常生活家附近的散步，都可以是一场很丰富的旅行。对，我想要帮那个宝林补充一下，因为我去参观过他的工作室，然后我也多多少少知道他创作的方法。他其实他很努力，他爬很多山，然后做很多那种孤单的长途的旅行，然后他随身他都会带着小的相机，所以他收集很多素材。他在他画图之前，他会把这些素材做一些排列组合，然后下去构思，所以有时候他的画面不全然是写生。他说他很随性，其实那些随性里面，我觉得带有一些他自己的安排。因为我一直在搬家的关系，然后我有时候会有一些室友，那有时候会独居。有时候你说孤不孤独，其实有些人蛮孤独，对。然后所以我常常会想说，如果我画出一个怎样的图，我希望跟我一样的人看到的时候，他知道说有个人明白你的心情，你开心的时候我可以陪你开心，你不开心的时候我可以陪你不开心。觉得说，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同行都是敌人，对。但我觉得那种想法有点狭隘，对。然后像我跟博勋的相处，我也发现他其实是很大气，就都不会藏私。像刚刚有提到的凡尼斯，说明一下，就是一般会在画作完成后，最后刷了一层，可能是增加亮光或者是增加保护性的东西，对。像他就会推荐我
他觉得不错的、好用的。有一阵子我住的离他很近，我半夜没有颜料会去找他借，这应该很实质。对，我觉得我乱讲，对，如果有个展览可以一起做的话，一定是可能会跟旅行或移动相关的展览，比如说公路旅行主题，或者是说以台北这个城市，我觉得可能也是，因为它跟我的生活经验其实很多都不一样，可是有2个城市是蛮重叠的，一个是台南，因为后来他因为跟画廊合作的关系，常常到台南去，然后我在台南生活9年，然后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到台北来，那他是在台北生活的人，对，可能如果以台北台南这个双城的对话，或者是说一个旅行的，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一起展览的话，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可以去思考的主题。对，你觉得？我觉得蛮同意的，蛮好的。